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？以前吃一口雞，滿嘴都是濃濃的雞香味，可現在呢，既有雞味，早就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了。很多人做烤雞加一大堆香料，很重的調味。我家的配方調料就非常簡單，在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，順手點讚收藏，烤雞不迷路。我們先來處理新香料，蒜頭去皮，紅蔥頭切掉2頭，這是處理紅蔥頭的一個小細節。泡在水裡不僅好剝，還能洗掉夾縫裡的黑色粉末，屬於成熟後期或受潮產生的真菌污染的黑霉菌或黑陰菌，剝除乾淨並清洗之後可以食用。用攪拌機將它們打碎，裝進棉布袋裡，用力擠出精華的蔥蒜原汁。剩下的殘渣別浪費，冷藏起來，下次炒菜用。選擇好的食材永遠是做好一道菜的基礎。這次我特地選了一只本地走地雞，先去掉鸡頭和頸部，再剪去雞腳，這些可以冷藏起來留着熬湯用。雞肚子裡的內臟和殘留的血水一定要徹底清理乾淨哦，烤出來才不會有腥雜味。釀造醬油、魚露，去腥用的雙蒸米酒，我愛用的原蔗糖，以及现磨的黑胡椒碎，最後倒入剛才擠好的蔥蒜汁，隔着密封袋溫柔地給雞肉按摩，注意別把袋子弄破了。接着送進冰箱冷藏醃製1個晚上，因為醃料沒辦法完全浸沒，記得每隔幾小時翻動一次，確保入味均勻。不用肉不愛用味精雞精，自製蔥蒜汁就是我天然提鮮的秘密武器，它能溫和提鮮，炸成之後沒有多餘雜味，更不會久腌發臭。汁狀質地還能均勻裹滿整隻雞，醃製時慢慢滲進雞肉紋理深處，每一口都顯得透徹。隔天取出雞肉，準備進行脆皮的關鍵步驟，用手指輕輕將雞皮與雞肉分離。背部的位置比較難操作，一定要細心，別把皮撕破。接着用滾燙的開水淋遍全雞表面，不要下鍋煮肉會變老，簡單淋浴熱水澡就足夠了，這能讓皮下蛋白質受熱变性，烤的時候不會再反過來吸收雞肉裡的鮮嫩肉汁，自然不會軟塌塌的烤不脆了。預先撐開雞皮，用熱水燙，皮就不容易裂開，把雞架在烤架上固定。烤盤墊上鋁箔紙放在烤箱最下層來承接鸡汁和油。鸡肉進爐後，開啟熱風模式，用攝氏70度低溫烘30到40分鐘，這是為了徹底抽乾雞皮表面的水分。適度的溫熱乾燥也能抑制微生物，確保烘烤過程的衛生。等到鸡皮表面摸起来完全不粘手，把鸡取出来。把烤箱预热到摄氏150度，再次輕輕拉開雞皮，在皮與肉之間均勻塗抹一層無鹽奶油或橄欖油，奶油香氣豐富，橄欖油較清爽，味道有不同，寶寶可以選自己喜歡的。鸡皮表面也別忘了刷上一層，並進行全身按摩，油脂能阻隔肉裡的水分滲向表皮，防止雞皮變軟。如果你不希望烤完後雞腿散開，我們可以用棉繩把腿部固定，先在其中一只雞腿上打個結，固定好起點。接着把繩子拉到另一只雞腿上，繞上一圈，再打個結，先把2只腿連在一起，隨後把併攏的2只雞腿連着繞上2圈加固，然後打結收口，讓它牢牢貼合，不會散開，綁好。這樣烤出來外形更好看了。接下來用另一個棉繩固定雞翅，繩子繞雞背，
居中对齐，單側雞翅底部繞上來2圈。另一邊的雞翅也是一樣的做法，同樣從底部繞上來纏2圈，兩邊都固定穩當。之後把左右兩邊的繩子都收攏到雞身的中心位置，用力拉緊，打一個結實的雙結固定住。最後剪去多餘的繩頭，定型完成。將雞送回烤箱，攝氏140度，烘烤大約30到40分鐘，低溫能讓肉質核心慢慢熟透。如果一開始就用高溫，皮焦的肉卻還是生的。用温度计測試雞胸肉最後處，達到攝氏70度無血水就代表熟了。取出烤雞，烤箱調高到攝氏200度預熱10分鐘，記得要把雞拿出來後再調溫，升溫才快。为了保護一焦的部位，我們可以用鋁箔紙把雞翅尖包起來。這是第3次進爐，攝氏200攝氏度，高溫烤10分鐘。這時會觸發劇烈的梅納反應，讓雞皮迅速染上金黃色。吸除鹽乾煙或鹽水浸泡法，鹹味單一。我加了醃製鐵三角、醬油、魚露、紅蔥頭蒜汁，原理類似西式濕醃，但鹹香更有層次，徹底激發雞肉的原生香氣。醬油和魚露的鹽分靠着滲透壓讓雞肉先出水，經過長時間醃漬，雞肉會把滲出來的水吸回去，就連少油的雞胸肉都能牢牢鎖住水分，避開乾柴。我也用來醃火雞乳鴿，百戰百勝，從來沒失手過。我這次用到的烘烤方法是類似舒肥的低溫慢烤思路，不搞急火快烤，而是用低溫拉長烘烤時間，讓熱力溫柔地滲進雞肉深處，一點一點從外向內把雞肉燜熟，把肉汁牢牢鎖在肉裡。烤出來的雞肉嫩到有一口就爆汁，絕對不會發乾發柴。等雞肉完全熟透之後，我們再拉高爐溫，專門給雞皮烤到金紅酥脆，完美上色。這裡要跟大家說個關鍵，每隻雞的重量不會一模一樣的，一般在1到1.6公斤不等。再加上每家烤箱的脾氣都不同，溫度和時間一定要靈活調整。我自己也反覆試了2次，才摸準最合適的溫度時間。大家不用怕第一次做不完美，多試2次就上手了。大膽嘗試，細心校正，做好記得來評論區交功課。我們下次再見。